他曾是整个大陆数一数二的顶尖强者，却从来不教儿子任何的武功，只教他如何卖力的打铁，还给了儿子一本古老的书籍。儿子照着书本一连练了17年，殊不知这10几年的修炼早已练成满魂力，还修炼出顶级的炼眼之法。紫极魔通。紫极魔瞳可以将所有的动作放慢100倍，任何事物在他眼中犹如暂停一般。书中还有高超的暗器之法，暗器白阶。这天唐三修炼完正准备回家，却突然听到草丛里有动静。等走近扒开一看，却是一只千年的人面魔蛛。人面魔蛛是只千年魂兽，现在的唐三只能赶忙逃命，但人面魔蛛并没打算放过他。水量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又不能往下跑，不然怪物就跟过去。魔蛛在唐三身后紧追不舍，并且力量也是十分的强大。唐三只能靠着灵活的走位不断挖着，可这样下去也根本不是办法。人类的耐力是肯定比不上魂兽的。诡异迷踪。在用了一段身法之后，唐三终是摆脱了身后的魔蛛，可不知魔蛛却早已爬到了树上。唐三知道自己躲不掉魔蛛的追赶，于是便准备放手一搏。他先是启用了紫极魔瞳，随后立马使用出自己的暗器，在魔瞳的作用下，暗器精准击中魔蛛的眼睛。可没想这却彻底的激怒了魔蛛，唐三也是被逼到了角落。就在魔蛛准备对他下杀手时，身后却被一人牢牢的拉住，随后紧跟一脚将魔蛛踹飞。他的眼睛是你弄瞎的？土狼属性。魔蛛看见对方是一位3环魂师，于是立马灰溜溜的逃离了此地。唐三见到对方一副狼人模样，也是吓得半死，对方也是再次变回人类模样。我叫素云涛，来自武魂殿。我叫唐三。有什么好怕的？你没见过武魂附体吗？唐三自小生活在村子里，自然不知道外界的修炼强者。素云涛看他能击伤千年魂兽的眼睛，于是便想测试一下唐三的武魂，却没想唐三的武魂还没被觉醒。你连武魂都没有觉醒，居然能打瞎人面魔蛛的眼睛？按理说，能跟魂兽战斗的只有魂师。像你这种没有觉醒的孩子，却能够刺瞎人面魔蛛，也算是奇迹了。我只是运气好而已。素云涛只是明白的笑了笑，随后告诉他自己明天会帮村里的孩子觉醒武魂，还给了他一份介绍这个斗罗大陆魂师的书本。只有觉醒了武魂，才有可能成为魂师，继而才能修炼成为大陆上的顶尖强者。把注意力集中在手上。器武魂镰刀，马马虎虎算得上是武器吗？男人是斗罗大陆的一名3环魂尊，正在帮村里的少年觉醒武魂，随后又拿出魂力水晶，水晶可以测出对方的魂力等级。孩子，你没有魂力，不能成为魂师。躲在窗外的唐三看着这一切，却不能去测试，只因他的父亲不让他觉醒武魂。不一会，帮忙测试的魂尊大人却叫住了他，并问他为何不去参加测试。你就不想知道你自己的武魂，或者是你们家族的武魂是什么？啊，还可以知道家族武魂？素云涛告诉他，每个人的武魂都是来自父母的传承，而唐三从小就没见过自己的母亲，于是便想背着父亲偷偷的测试一下，好知道一些关于母亲的信息。伸出右手。在阵法中的唐三伸出右手，手中却长出一棵蓝色的小草。唐三看着这神奇的一幕，一脸兴奋，可一旁的素云涛和村长却只叹息：这怎么会是蓝银草？可身处阵中的唐三却感觉自己的左手好像也有反应。等到测试完毕，便让唐三走出了阵法。这时素云涛才告诉他，人类武魂分为兽武魂和器武魂，而唐三的武魂是蓝银草。蓝银草是最常见的废武魂，不能攻击，不能防御，也没有辅助能力。拥有这种废武魂是不可能成为魂师。不过他还是拿出了魂力水晶，帮忙测试一下唐三的魂力等级。当唐三把手掌放在水晶上时，魂力水晶竟发出耀眼的光芒，这可惊呆了素云涛。天生满魂力，天生满魂力，万中无一呀！素云涛还是给了唐三一个机会，让他可以去城中的诺丁学院学习。
唐三回家后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亲，父亲让他把武魂展示出来。唐三再次召唤出蓝银草，可父亲看后却一点也不惊讶。但是他们说这个是废武魂，可又说我还有希望，说我可以成为一名魂师，还可以去魂师学院。终究你还是选择了这条路。父亲答应了让他去学院学习，但是却有2个条件。第一就是以后不能加入武魂殿。随后父亲带着他来到了火炉前，本欲说出第2个条件，可唐三却突然问出一个奇怪的问题。爸，这武魂都是在右手的吗？我今天在武魂觉醒仪式上，总觉得我的左手好像藏着什么东西。父亲立刻想到了什么，于是让他张开手掌，将力量全部放在左手上。不一会，左手竟然也开始有反应。双生武魂，双生武魂很少见吗？让它显现。唐三释放出所有的力量，终于左手的武魂也显现出来。父亲一眼便认出这是顶级器武魂昊天锤。果然是昊天锤。昊天锤。天下间曾有2人拥有双生武魂，而且都成为了大陆的巅峰强者，而唐三就是历史上的第3人。左手这个武魂不要让任何人看到。这锤子和蓝银草是传承您和我妈妈的吗？父亲告诉他以后一定要用左手的昊天锤去保护好右手的蓝银草。随后父亲便脱下自己的披风，准备教他一招顶级的锤法。你要把这块铁打成细针，你就可以走了。儿子说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，于是父亲便要教他一套乱披风锤法。只见他拿起铁锤不断地敲击铁块，看似没有章法，可速度却越来越快。太快了，我看不清。用紫金魔瞳。哦。唐三马上开启自己的魔瞳，这魔瞳可以将所有的速度放慢100倍。于是他终于发现了这锤法的奥秘，原来父亲的每一锤都砸在同一个地方。这才是千锤百炼的真谛。力量汇聚一点，凡铁化成神兵，这就是玄玉手。父亲让他先练习挥锤1万次，唐三为了能去学院学习，便连夜苦练。可只第1天手上就起了很多水泡，父亲虽然严厉，却也会心疼。早上醒来的唐三看见手上的绷带，便知道是父亲在关心自己，于是他更加的有动力。就这么连着锤了几个月以后，他终是学会了乱披风锤法，原本的废铁块也被锤成了针。殊不知这也让他学会了顶级锤法。晚上父亲让唐三交出一直修炼的古籍，并告诉他这本书名为《玄天宝录》，此书可让他成为大陆第1人。这本书你都背熟了吗？早就背下来了，一个字都不会错。随后父亲便将这绝世秘本给烧毁，并嘱咐他绝不可透露书中内容。第2天，唐三便在村长的带领下离开了村子。2人来到他们所属的诺丁城，这里有着当地最大的魂师学院。唐三也是第一次踏入村里以外的地方。入学的。啊，我叫唐三，来自圣魂村，这是我们村长。我今年……停，你过来。对方先是让他展示一下自己的武魂，唐三以为对方是考核的老师，便乖乖地召唤出自己的蓝银草。对方看了一眼便没了兴趣。这时身后的一位学生却叫住了他，并说这里是魂师学院，不是什么乡巴佬能随便进的地方。尽管村长解释他们是来办入学的，对方却还是不信他们能当魂师。直到村长拿出武魂殿素云涛的推荐令。这是武魂殿的推荐令，你拿着。对方看了推荐令以后还是怀疑，说是武魂殿的大人物，怎会推荐这傻小子？唐三年轻气盛，差点准备出手。他相信自己在几秒内便能让对方倒在地上。什么眼神？不服气是不是？是不是不服气？哎，你别拦着他，是不是不服气？是新入学，我就说嘛，那草窝里能飞出什么金凤凰啊？就是虎鳖。什么？够了，刘龙！这时一位公子模样的人走来，随后便将这位弟子呵斥了一顿，还伸出手跟唐三介绍，说自己是诺丁城主之子萧晨宇，并邀请唐三可以加入他办的武社。唐三送别了村长，而萧晨宇看中的却是武魂殿的关系。刚才忘了问，唐兄弟既然是武魂殿推荐，那你的武魂肯定有些特别吧？哦，我的武魂刚才给门口这位老师看过了。哼，那就是我们学院打杂的。唐三还是大方地说明了自己的武魂是蓝银草，对方嘲笑他是个废武魂，直到唐三告诉他们自己是满魂力，这可惊呆了一旁看书的大师。大师立马追上了唐三。您找我有事儿吗？给我看看你左手的武魂。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你应该还有另一个武魂，而且这个武魂非常强大。
而你是斗罗大陆上100年来第3个万中无一的，双生。唐三一脸的不可思议，因为父亲曾告诉他千万别暴露自己是双生武魂，可对方居然能洞穿一切，唐三只能一直的否认。大师却告诉他蓝银草也不是废武魂，但是在这所学院只有他会知道，让唐三考虑好以后一定去找他。啊，我叫唐三，圣魂村来的。武魂呢？蓝银草。蓝银草？废武魂也能入学院了？隐藏实力的唐三刚入学第一天，就遭到同宿舍老大的下马威，随后还让他把武魂展示出来。唐三不想惹事，便释放出自己的蓝银草。对方在看到唐三真的是个废武魂后，便更加的放心自己宿舍老大的地位。这时却有一位女孩冲了进来。是你？我们认识吗？你住哪儿？就这儿啊。我们一起啊。女孩还非要和唐三住在一起，一旁的王胜便准备拿这个女孩立规矩，可没想女孩只一脚便将王胜踹倒在地，气得王胜立马召唤出自己的武。王胜再次冲上前去，可接着又再次的被踹飞。一群人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看似人畜无害的小姑娘居然这么厉害。老大，哎，等一下，别老大老大的叫，把我叫老了。以后叫我小五姐。小姐姐。小五指定就要和唐三睡在一起，这让唐三也是很郁闷。原来小五也是今天刚入学，刚来便看到唐三在和人争执。一位校霸为了让手下适应杀戮，竟抓来了许多兔子让他们练手，而唐三则把所有的兔子全放了。不适应血腥，你怎么面对魂兽啊？就算要面对魂兽，也不应该全部用杀戮来解决问题吧？不杀魂兽，那你怎么当魂师啊？那魂兽也有好有坏，杀坏的不就行了？魂兽也有好坏。萧晨宇只说魂师要想晋升等级就必须杀魂兽，两人争论了半天也没个结果。但唐三的做法也彻底的惹上了萧晨宇。小五看着这一切便对唐三心生好感，于是才非要和唐三住在一起。可这时学院的老师却赶了过来，直接便把小五拉了出去。却没想在晚上小五又偷偷的跑了回来，还钻进了唐三的被窝里。你身上真暖和，跟二明一样。二明是谁啊？猴子。猴子？唐三只以为自己一定是在做梦，便又勉强睡了过去，却没想第二天醒来后，小五竟真的在他身旁。看什么看？赶紧走！你会梳头吗？啊？等到上午上课的时候，萧晨宇故意点名要和唐三切磋，唐三自然也不惧他，却没想对方竟直接偷袭，身后的小弟还将唐三紧紧的拉住。就在对方准备蓄力一击时，徐天凤，这一拳下去，唐三却丝毫未动，老师却在这时打了圆场，让他们各自回去上课。随后让所有人都到沙袋前，并召唤出各自的武魂攻击。一般学生都是兽魂居多，而只有唐三的武魂是一株小草，小五的武魂则是一只兔子。多了一对耳朵，没有其他的了吗？速度还会稍微快一点。原来小五姐的是武魂是兔子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萧晨宇再次出手偷袭，而这一次唐三并没有留手，直接以控鹤擒龙将他牢牢的钳制住，紧跟一个肘击将他击飞。打架算我一个。这时一旁的老师却出手阻拦，并以不准私斗为由将几人分开。不过这次也彻底的激怒了萧晨宇。萧晨宇为了能对付唐三，他亲手杀死了一只家里抓来的魂兽。魂兽被杀以后便会出现魂环，而击杀之人便能吸取魂环晋级为一环魂师。唐三为了能尽快的提升自己的实力，便来请教隐藏在学院的大师。大师告诉他，要想提升魂师等级必须去魔兽森林。可唐三却说自己的武魂蓝银草是废武魂。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人。说一遍。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人。大声点。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人。大师让他晚上的时候来找自己。晚上大师带着唐三来到了鬼市，并说在这里可以买到去魔兽森林的手令。可唐三这穷小子根本没钱买手令，而大师却有自己的办法。随后便召唤出自己的武魂。这就是武魂罗三炮，它是一种变异武魂。居然变异出一只猪。狗。两人来到一处神秘商店前，用变异的罗三炮充当魂兽换来了手令，随后又再次用秘法将自己的武魂召回。就这样两人成功来到魔兽森林前。
那是魂尊，已经开启3魂环，实力强劲。如果有人想硬闯或者溜进猎兽森林，都很难做到。两人拉着罗三炮爱吃的萝卜来到入口处，在交了手令以后，对方便让他俩进去。大师告诉唐三，晋级1环魂师，最多只能吸取423年的魂兽。两人刚来到魔兽森林外围，便遇到一只低级魂兽幽冥狼。罗三炮，运气如雷，不偏裂地。幽冥狼瞬间便失去了战斗力，接下来便是开头一幕，大师亲手结束了幽冥狼的生命，而幽冥狼的魂环也显现而出，但大师却嫌这个魂环的等级太低。10年魂兽的魂环是白色，100年魂兽的魂环是黄色，1000年的是紫色，10000年魂兽的魂环是黑色，10万年魂兽的魂环则是红色。10万年，一只魂兽真的能活10万年啊！而大师告诉他，10万年以上的魂兽便能幻化成人形。唐三本想试着吸收这个魂环，可这魂兽并不是他亲手所杀，因此他并不能吸收。不一会，魂兽便和魂环一起消散。罗三炮使用技能后，则靠萝卜补充能量。这时两人却听到装萝卜的筐子内有动静，打开之后却发现小五躲在了筐子内。原来小五担心唐三有危险，便一直跟着他。听你们刚才说，你们杀的是幽冥狼啊？对啊，幽冥狼在森林里面可是群居的呀。果然，这时罗三炮便感受到危险，而在森林中早已潜伏了数十条幽冥狼。小五赶忙拉着唐三逃离了此处，大师带着罗三炮紧随其后。可在这魔兽森林中，又岂能跑过幽冥狼？这样是逃不掉的，不如回头迎战吧。得想办法把狼群引开。谁来引？罗三炮。罗三炮虽不情愿，但还是跑了出去。不一会便把狼群全部引走。可当大师回头时，却不见了唐三两人的身影。这什么回事啊？一条活了400年的巨蟒忽然出现，勇敢的年轻护卫拔出了刀，本想以凶猛的气势将他吓走，可却被巨蟒吓得躲进了恶少的怀里。巨蟒瞬间冲入人群，横冲直撞。唐三则拉着小五赶忙逃离。躲在暗处的大师接应着两人。原来刚才的巨蟒正是被他吸引过来，并告诉他们这条巨蟒名为曼陀罗蛇。从花纹看，这条曼陀罗蛇应该正好400年左右，这是最适合你的魂环。只要杀了那条曼陀罗蛇，他的武魂绝对要比普通魂师更强大。大师让唐三一定要吸收曼陀罗蛇的魂环，可当几人再次返回来时，这里已然空无一人。这时曼陀罗蛇却再次游了过来。小心！你去看看大师。他中毒了。大师虽然身中蛇毒，却还是让唐三一定要击杀巨蛇，因为唐三如果真能晋级成功，那么自己的研究理论就能被证明是对的。唐三现在还没有任何魂技，只能依靠着玄天功法来对抗曼陀罗蛇，可自己的暗器却并不能击破对方的防御。紫气魔头。唐三开启魔瞳后，抓住时机，利用对方张嘴的瞬间释放暗器，暗器直接穿破巨蛇的脑袋。几番挣扎下，曼陀罗蛇终是倒地，随后便幻化出黄色的魂环。大师怎么样？只是擦伤，中毒不深，不会死的。黄色，100年以上。如果大师说的没有错，应该是400年左右的魂环，最适合我的。可小五却告诉他，正常魂师1环的极限是200年，而唐三却决定相信大师的理论，毕竟这也是他答应大师带他来此地的交易。他通过你来证明他的理论，你却要把命给他。就在两人犹豫之时，恶少萧晨宇却带着手下再次返回。此时的唐三没有时间考虑，赶忙吸取了曼陀罗蛇的魂环，强大的能量进入体内，瞬间让他痛苦不已。这时大师却醒了过来。罗三炮！罗三炮再次被召唤出来，并使用出魂技，刹那间空气中弥漫着臭气。小五也赶忙带着唐三逃离了此处。大师放心的晕了过去，可也成为了萧晨宇的人质。唐兄弟，我在学院等你。明天落日之前，我要是见不到你，我就以袭击城主之子的罪名砍下他的脑袋。这边唐三吸取魂环以后，便进入了幻境。幻境中的蓝银草似乎得到很大的增强。等他醒来后，终于是成为了1环魂师，不仅浑身充满了力量，就连体质也得到淬炼。他的蓝银草也变得更加的坚韧，而他的第一魂技便是缠绕。小五主动试验了一下唐三的魂技，麻了啊！怎么样？是毒，你的第一魂技继承了曼陀罗蛇的毒啊！唐三担心小五中了自己的毒，可小五却说只是短暂的麻痹，但是在作战时却有一定的奇效。
随后唐三也得知了大师被抓的消息，但是为了小五的安全，便说自己不会去救大师，接着就和小五告别，自己独自离去，却没想小五竟来到了幽冥狼的领地。我需要你们的帮助。紧接着，所有的幽冥狼竟向小五聚集，而他们身上的能量则全部转移到小五身上。小五也凭此轻松晋级为一环魂师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一起救人。你没有魂环，这样太危险了。唐三怎么也没想到，只是一天没见，小五就拥有了100年魂环，而且他的魂技还能增加力量速度，这让唐三羡慕不已。可现在更重要的是如何救出被抓的大师。两人先是找到同宿舍的王胜打探消息，大师被关在练习场。你确定？我亲眼看到的。王胜虽然告诉了两人大师的位置，却似乎有着难言之隐。两人偷偷的来到练习场，唐三先是以蓝银草控制住守卫的脖子，小五迅速的解决了守卫，随后赶忙去救醒昏迷的大师。我们来救你了。行了，快走，是陷阱！突然头顶有铁笼落下，小五赶忙将唐三推了出去，而铁笼也是将两人困在了里面，而且铁笼上还被施加了魂技。没事，掰弯就好了。别碰笼子，小五！这时恶少萧晨宇却走出来，紧跟而来的还有被抓的王胜。原来萧晨宇以王胜父亲做要挟，故意引唐三等人落入陷阱。唐三没有责怪王胜，只是亮出自己的魂环要和对方决战。可萧晨宇却并不是想和唐三为敌，而是希望通过唐三的介绍认识武魂殿。但唐三却并不愿和武魂殿扯上关系，而是想强行打开铁笼。傻瓜，你在干什么？萧晨宇只说这是三环魂尊设下的魂技，凭唐三的武魂根本抵挡不了。可唐三却并不打算放弃，他再次召唤出蓝银草，强行承受着电弧的灼烧。别怕，我马上就救你出来。一旁的手下赶忙出手阻拦，却瞬间就被电弧弹开。而大师却看出唐三的武魂正在消散，当蓝银草完全被烧焦了以后，铁笼也终是被打开一个缺口。两人终于是被救了出来，可唐三的武魂也彻底的报废了。这时大师也是亮出自己的双魂环，这是我的第2个魂技，行气如毒，催眠沉睡罗三炮。罗三炮再次放出毒气，不一会所有的人全被催眠放倒。唐三等人也赶忙逃离此地，因为担心对方会报复自己的家人，于是便带着两人往圣魂村赶去。可没想在几人走后，王胜却将萧晨宇杀害。等到城主府的魂尊赶回来时，却只看到萧晨宇的尸首。说，谁干的？是唐三。唐三是谁？唐三是学院的学生，还有一个叫小五的学生，还有学院打杂的大师在帮他。魂尊立马带着人马朝着圣魂村赶去，他必须要抓回3人才能给城主一个交代。而唐三几人在回到家里以后，父亲却让他们赶紧出去逃命。萧晨宇死了。萧晨宇死了？他们抓不到凶手，就找你们来陪葬。唐三带着小五去通知村长，而留下的大师却认出了唐昊的身份，他便是曾经称霸大陆的昊天斗罗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认出我之后，你自己会是什么下场？昊天锤。男子怎么也不会想到，眼前之人竟是拥有9魂环的昊天斗罗，可他却并没有杀人灭口，而是砸向了自家的地盘。这是陨星之石，比世上大多数的物质都要坚硬。用来做什么？用来封印。这下面是一株鬼藤。啊？600年的鬼藤属于植物系魂兽。随后又让大师浇了一壶水下去，不一会鬼藤便要开始苏醒，粗壮的根茎从地底穿出。唐昊告诉大师，这颗地底的鬼藤是唐三母亲留给他的第2个武魂，而自己则要去诺丁城中解决掉麻烦。等到唐三和小五回来时，这里只剩下大师一人。这是鬼藤，600多年，正好可以做你的第2个。鬼藤生命力强劲，根据我的拟态理论，它能弥补你的武魂损伤。这时前来追杀唐三的魂尊也是赶到，看着眼前庞大的鬼藤，他立马也是释放出自己的魂技。雷鸟传刺。电光回旋。鬼藤和魂尊大战在一起，
这也给了唐三一定的机会。大师告诉他一定要先利用鬼藤解决掉外面的魂尊，而唐三是植物系武魂，所以不会被鬼藤攻击。唐三先是开启自己的紫金魔统，随后所有的动作都放慢了100倍，而他也再次发现对方弱点，赶忙使用出鬼影迷踪接近对方，可奈何实力差距过大，直接被击毁。就当要倒向身后的斧头上时，小五及时出现将他救下。催眠成水罗三炮。大师也在里面放出魂技干扰，唐三趁机举起木牌暂时抵挡闪电。就在对方击退唐三之时，空鹤青龙，唐三却操控鬼藤将这位魂尊捆住。虽然鬼藤根本困不住他，可鬼藤强大的寄生能力却让他失去了战斗力。小五赶忙跟上将他扔了过去，一名3环魂尊也就此陨落。接着唐三便回到屋内解决这颗鬼藤，随着他一斧头劈了下去，鬼藤体内的能量不断的消散形成魂环，而唐三也是赶忙将魂环吸收。唐三再次进入到一处幻境之中，可没想这鬼藤的年龄又是第2魂环的极限，唐三竟抵抗不住被鬼藤寄生。唐三，唐三，试试看。小五将自己的魂力输送给唐三，随着魂力的不断增加，唐三终是能抵抗住鬼藤的反噬，而唐三的实力也是来到了第2魂环，并且还都是黄色的百年魂环。唐三，你大概是魂师有史以来双魂环突破最快的一个。随后唐三也是试验了一下自己的第2魂技，而这第2魂技则是继承了鬼藤的寄生能力，如果配合上第1魂技毒素的短暂麻痹，便可在神不知鬼不觉下将对手寄生。另一边唐昊则来到诺丁城中，随手便解决了残暴不仁的城主。晚上回来后和唐三做着最后的道别，并嘱咐他跟着大师学习，等有一天你的内心和武魂都无与伦比的强大，那个时候我会出现在你面前。随后便头也不回的离开。而唐三回去后便拜了大师为老师，虽然大师也只是双武魂，但他相信父亲的嘱咐一定有他的道理，而大师也确实是斗罗大陆上最好的老师，而大师则给他俩推荐了一个地方——怪物学院。这个学院的每个学生都是超出极限的强者，个个都是真正的怪物。这么强？据大师所说，怪物学院真名为史兰克学院，不归属于任何家族门派势力，但入学前必须得经过他们的测试。第二天，大师便带着两人来到了测试地点。史兰克学院的地址经常变更，要想进入史兰克，第一步就得先进入这家旅店，接受入学测试。随后两人便来到旅店内，屋内坐着一位招生老师，还有一名负责登记的学生。学生告诉他们报名费得50金魂币，可唐三两人翻遍了钱袋，却只有1枚金魂币。两人眼看交不起学费，便准备离开。这个少点没关系，但好歹也算是缘分吧，你说对吧？另一位学生突然出现，直接热情地将两人留下，随后便将钱袋送给了老师。老师开心地将钱袋收下，并让两人先参加完入学测试。这时却又有一位女生赶来。戴沐白在哪？认识我？我要找你决斗。可以啊。哎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！这么多东西砸坏了，谁赔我呀？进去。女生本想追赶，却被拦了下来，随后告诉她要想进后院必须交报名费。女生二话不说便将钱袋扔了出去。哎，老板，纸多不少啊！哎呦，这姑娘做事真爽快！对呀，真爽快！唐三二人只感觉自己进了黑店，但还是跟着店小二先行在此住下来。两人自称是兄妹，便住在了一起。小二也是自我介绍了一番。我呢姓欧，名思克，思念思，客人的客。好特别啊！还行吧。欧思克让两人先好好休息，随后便离开了这里。可不想到了晚上，却有一位高手前来。来人只说自己和史兰克学院有仇，接着便一掌打开大门，将欧思克扔了出来。我不是史兰克的人，我是个打杂的呀！我谁要想加入史兰克，就会成为我的敌人。要不要救人？这会不会是测试的一部分啊？唐三虽然怀疑，却还是使出自己的魂技，可蓝银草却根本靠近不了对方。随后来人也是展示出自己的4魂，唐三瞬间便感受到双方的差距，可还是冲出来阻拦对方。小五也紧随其后冲了上去，虽然速度够快，可力量却差了很多。另一位刚入学的女生也是召唤出武魂，这位女生也是以速度著称，但是却根本破不了对方的防御。唐三看准机会也赶忙出手，却没想对方只是往地上捶了一拳，瞬间便将3人全部击飞。魂宗强者的力量果然不如斯。随后他竟将欧思克抓起，直接扭断了他的脖子。哼！
你们都看见了吧？这就是想要加入史兰克的下场。有不少学生直接被吓得逃离了此地，而唐三却看不惯这种以强欺弱的行为。虽然对方高出自己2个魂环，可他却还是要战斗到底。随便杀人并不代表强大，只代表你无法控制自己的内心。现在的小鬼都不知死活吗？只见唐三立马释放出蓝银草，藤蔓如同毒蛇般瞬间将对方缠绕，可没想对方却能轻易的挣脱束缚。唐三接着将蓝银草扔给小五，这也是两人第一次使用武魂融合技。小五原本的武魂便是能增加速度，再加上唐三提供的魂力增强，以速度提升力量。小五像导弹般向着对方射去，而这一击也终是击破对方的防御。第一魂环技能无动明狂身。魂宗使用出的魂技太过蛮横，直接将小五击飞晕死过去。唐三看着昏死的小五，满脸的自责。对方再次运起一整飞来，唐三也是毫不犹豫的用身体护住了小五，这也彻底的激怒了唐三。如果隐忍是失去，这阵就算死，我也要替我妹讨回公道。唐三这次不再使用武魂，而是运用玄天宝录上的功法。他先是扔出3枚暗器，在对方抵挡的瞬间近身。我用武魂。唐三以诡异的身法将龙须打入对方体内，终是在其身后找到破绽，可没想却还是不能重创对方。随后魂宗更是使出重力挤压，将唐三死死地按在了地上。这是重力挤压，你最好别乱动。无计可施的唐三也终是使出自己的另一个武魂昊天锤，作为斗罗大陆最强大的器武魂，其强大的攻击力瞬间便将对方砸飞了出去，而唐三也是紧随其后跟上一拳，这也是逼得对方展现出全部实力。7魂环，居然是魂圣！魂圣的威力太过强大，直接将唐三也打了昏死过去，而唐三也再次进入到梦境之中。唐三自小便经常梦到此处，还会有一位女人的声音一直在呼唤他的名字。等到唐三醒来后，小五也安然无事，这时对方才告诉他们这只是一场入学测试，既是测试你们的能力，也是考验你们的勇气。你们几个小怪物都合格了。一个测试就要杀人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好了，差不多得了。这时欧斯克才从缸中站了起来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一场表演，而欧斯克也是史兰克学院的学生，这位测试的老师便是7环魂圣赵无极，但是现在已不在史兰克任职。由于学院资金短缺，已经发不起老师的工资了。不过入学测试，赵老师还会过来帮个忙。随后赵无极便离开了此地，而另一位女生朱竹清却要找戴沐白挑战，转瞬之间便跟戴沐白过了几个回合，却不想根本不能突破戴沐白的防御。戴沐白这时才亮出自己的真实实力。紫色千年魂环，3魂环魂尊。男子年纪轻轻便已是3魂环的魂尊，这让他的力量与速度都是超越常人。而他便是怪物学院的大师兄戴沐白，学院院长更是7魂环的魂圣，他的武魂可以让他随意飞行。可没想到他刚见到大师就给他一掌。找你这么多年，一点音讯都没有，你跑哪儿去了你？你找我干嘛？原来他和大师是曾经的铁三角兄弟，见到大师以后便直接将他带到屋内，一番聊天之后才知道他是唐三的师傅，随后便强行让大师留下给学院当老师，而大师为了唐三也是答应了下来。给大家介绍一位新老师，这位是我多年的好友，也是武魂理论大师，你们可以叫他大师就好。整个学院除了这5位学生以外，还有一位来自武魂殿的旁听生。怪物学院的教学方式也十分特别，院长将他们带到一处村子外。前面这个村子最近发生了一些怪事。什么怪事啊？具体情况需要你们自己去问，答案也需要你们自己去找。院长和大师留在村子外，6名学生则来到了村子内。几人先是找到村长打探情况，据村长所说，前几天的晚上，一户村民家中失火，火中却出现一位黑影怪物。着火的那一家人还有幸存者吗？有，是一个孩子，叫马红俊。几人找到马红俊以后，对方却说那黑影不是怪物，而是他的父亲。随后他们便利用马红俊将黑影引了出来。为了收服黑影，戴沐白率先出手，白狐烈光波。兄弟别抓！
就在两人和黑影打在一起时，唐三却发现了其中的端倪，随后立马出手将黑影救了下来。戴沐白不解地质问唐三，而唐三却挡在了黑影的前面，因为他发现黑影根本没想和他们真动手，却没想就在几人争论之时，马红俊却被人带走，将他带走的人正是村长。他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些魂师不可信，可是他们答应过帮我们。那是在骗你。我告诉你吧，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想抓你爸，把你爸抓走以后，去研究他变异的原因。他将马红俊带到烧毁的房子前，随后扔了一块手绢过去，手绢立马被火焰焚烧殆尽。可他却让马红俊走进房子内，马红俊却直接破了阵法走进去。等到唐三等人跟着黑影过来时，村长却大笑了起来。经过这么多年的尝试，我们的邪火凤凰终于再次出现了。尝试？马红俊的武魂变异不是自然产生的。原来这夜火村的祖上拥有顶级武魂邪火凤凰，只是传到现在血脉中的魂力早已消散。村长给村里的每个人都吃了可以变异的药物，马红俊的父亲就是变异失败成了怪物。你记住，你儿子是我们一族的希望，我会让他承受我这样的痛苦的。为此他将儿子的武魂保护起来，却没想唐三等人的到来给到村长机会。几人只觉得村长做的法实在残忍，可想阻止却已经来不及，因为马红俊的邪火凤凰已经快要觉醒，而他觉醒后也将会是怪物般的存在。小男孩将手伸向一只火凤凰，下一秒竟将这上古武魂吸入体内，屋外的人都惊呆了。你是幸运的，能够亲眼见到武魂中的传奇邪火凤凰。等到男孩走出屋外，已经是2个魂环。老村长故意欺骗男孩，说这些外来魂师都是害他父亲的凶手，这立马激起了男孩心中的怒火。唐三赶忙使出武魂想控住对方，可这蓝银草却正好被邪火克制。看见没有，这是邪火凤凰，是顶尖武魂。哼，天才魂师和普通魂师不是一个级别的。一个双魂环，还想杀了我们？其他人也赶忙参与到激战中。史兰克的学生全都是妖孽般的存在，每一个都是藤林中的怪物，在几人合力连环攻击之下，很快也是将马红俊击退。这就是邪火凤凰，真让人失望。怎么会这样？老村长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这个穷困无名的学院竟有如此多优秀的学生。而这时马红俊竟被一股黑烟包围，随着他一声痛苦的呐喊下，周围的空间竟不断的坍塌，直到他倒下之后却是来到另一处幻界。在这里他的父亲并没有死去，他开心的以为只是经历了一场噩梦，可这时父亲却告诉了他事实，原来这里的空间是父亲燃烧武魂所创建，为的便是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儿子。当你拥有我的武魂和力量，才能挣脱一切束缚，去创造属于你的未来。父亲将所有的魂力带着记忆全都给了儿子。这时在外的马红俊也终是苏醒，同时他也知道了父亲一直在受着村长的迫害。只见他再次召唤出邪火，随后便对着村长扔了过去。我知道你很难受，但是你要冷静下来。可这时的马红俊已经彻底的失控，火焰魂技不断的朝着他们扔去，不一会便将周围全都点燃。几人在想出手压制住他时，却发现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此时发疯的马红俊战力提升了数，这力量远远超过双魂环上限，怎么会这样？这时学院院长却突然赶来，出手间瞬间便将马红俊击倒在地，可院长却并没有办法阻止他燃烧物。如果无法将他唤醒，那整个村子都将被他烧毁。但是以目前的情况看来，唤醒他很难。如果他不醒，最后情况是什么？一样是死，就像他父亲一样，烧尽了武魂和生命。唐三不想看着对方白白的被烧死，毅然决然地朝着马红俊走去。尽管他知道自己也可能被火焰吞噬，还是忍受着高温将马红俊拉了起来。他向马红俊说明了这样下去的危害，可马红俊根本不在乎自己的生命。你父亲选择燃烧自己，是为了把武魂传承给你，不是让你破灭掉他对你的希望。你要带着他给你的力量，继续好好的活下去。你不能，也不可以放弃希望，明白吗？这时的马红俊才终是有了活下去的动力，随后也终是收了自己的武魂。清醒之后的马红俊也是成功的加入史兰克学院，至此史兰克七怪也即将全部集齐。七宝有名，一曰力。我感觉浑身都是劲儿啊！男子被施加了力量加持以后，瞬间便成为了一位大力士，而这就是辅助系魂师的威力。他的第二魂技便是加持速度属性。二曰速。起初男子还没有什么感觉，可当他跑起来时，速度却犹如猎豹一般。女孩的武魂是七宝琉璃塔，也是第7位加入史莱克的学员。这天院长拿出魂力测试水晶，给到欧斯克让他测试魂力。
用你的魂力激活它。欧斯克第二环魂力已然达到满级，于是便准备全体前往星斗大森林，帮欧斯克猎杀魂兽晋升第3魂环。星斗森林位于星斗城外围，这里属于三不管地带，常年混乱不堪。为了不引人注意，便让唐三和小舞跟着大师先行一步，却没想还是被一群恶霸盯上。大师明白必须亮出实力才能摆脱马了。7魂环。大师利用特殊道具展示出7魂环，这种魂圣的震慑效果显然很管用。随后便带着两人先行在客栈住下。可没想在大师去接院长等人时，唐三和小舞两人却被人堵在了街上。刚刚跟我们在一起的长辈可是7魂环魂圣。知道。亲，若不是见他离开，我们也不敢过来堵你们。就在几人准备动手时，却出现一位黑袍人。黑袍亮出自己的4魂环魂宗的身份，可单一位魂宗却并不能震慑住对方。眼看着恶霸向着黑袍人冲去，对方只是伸出几根手指，就将恶霸控制在原地不能动弹。接着身后的2名恶霸也全部倒在地上，另一队人马吓得赶忙逃走，而这3名恶霸则把性命留在了这里。蓝银草电翼，很生气。你杀了他们？是他们要杀我。随后黑袍告诉两人自己名为叶知秋，同时也在小舞的身上种下毒种。唐三立马就要对他动手，可叶知秋却告诉他这种毒只有他能解。接着他拿出另外一种毒药。明天会有一个叫独孤雁的魂师前往星斗大森林，他的目标是猎杀魂兽，晋升3魂环。你们的任务就是设法与他相遇，然后在他面前打碎这个瓶子。叶知秋告诉两人，独孤雁的头上佩戴着一片樱花，只要完成任务便会给两人解药。等到大师等人回来以后，唐三将一切都告诉了两人。第二天，院长便带着几人都进入到星斗大森林，为了让所有人都保持着最佳状态，便让欧斯克去施展自己的武魂。欧斯克是食物系魂师，他的魂技是提供可恢复满状态的食物。全力恢复大香肠！这是你的第一魂技？一旁的马红俊最先试了一根，刚吃了一会便感觉消耗的魂力全部恢复，接着给所有人都来了一根。可不知在这星斗大森林中存在着各种魂兽，也是十分的凶险。尊敬的森林之王，我们绝无冒犯之意，这里如果已经是您的领地，我们可以立即离去。面对这10万年以上的魂兽，7魂环的院长没有丝毫战斗的想法，只想着能安抚住对方。可泰坦巨猿却还是径直走向几人，没有办法，院长也是亮出武，并让自己的学生赶忙逃命。然而7魂环的魂圣却根本接不住对方一招。你们先走，我帮院长。魂尊在他面前更是不堪一击，所有人一起施展魂技想要阻拦对方，却只是像在给他挠痒一般。在他怒吼之下，直接将众人全部击飞。只有一旁的小舞没有受到伤害，倒地的唐三只能眼睁睁看着小舞被他带走。唐三独自一人追了上去，却在此处遇到前来复仇的人面魔蛛。既然你不让我走，就做我的第3魂环吧。这是唐三第一次动用左手的昊天锤。昊天锤作为顶级的器物，只简单一锤便将这1000年的人面魔蛛击毙。随后人面魔蛛的能量幻化成紫色魂环，而这也将成为唐三的第3魂环。就在唐三准备吸收魂环时，别动！老师，你来了。人面魔蛛的脚会随着年月增长，从脚看，这只人面魔蛛已经活了2000年了。可老师却告诉他，第3魂环的极限是1700年，如果吸收超过极限的魂环便将被反噬。可唐三为了救回小舞，只能拼命尝试。刚要吸收时，却被人打断。来者是2位老人带着一个小女孩，而女孩头上的樱花说明正是唐三要找的人。明天会有个叫独孤雁的魂师前往星斗大森林，他的目标是猎杀魂兽，晋升3魂环。你们的任务就是设法与他相遇，然后在他面前打碎这个瓶子。他头上会佩戴一片樱花，一见就能认出。唐三立马认出这个女孩就是独孤雁。对方老者也说这魂兽确实不适合唐三，并说想让唐三将这魂兽尸体让给自己，他可以用这尸体吸引其他的魂兽前来。可唐三现在只想赶紧去救回小舞。随后他立马强行将魂环吸收，庞大的魂力入体让他瞬间失去意识。唐三，力量超出极限，身体当然受不了了。能帮他吗？只能靠他自己。而这时唐三身上的毒烟却进入到独孤雁体内，2位老者也发现到这一现象，
随后赶忙查看独孤雁的身体，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。然而此时的唐三身体却开始长出蛛丝，精神石海中神石也是被蛛丝困住。不一会，外面的蛛丝越长越多，很快便结成一个巨大的茧。如果不能破茧而出，就将永远的沉睡在此处。这种情况还想活下来，只怕是万中无一。男子强行吸收魔蛛的魂环，却没想在身体上竟长出了4只魂骨，就连意识也陷入混沌之中。他这是怎么了？魂力太强，转变心性，人面魔蛛的力量完全控制了他。这样的怪物不能让他留在世上。救不回来了，杀了他！别，还有办法。这时院长也是及时赶到这里护住了唐三，而失去意识的唐三则向着森林深处走去，因为他失去意识前最后的执念便是救回小舞。3名史兰克的学生强行将他拉住，可却挡不住唐三变异后的力道。七宝琉璃塔，力量加持。我感觉力量大了好多，我也是。在另一位辅助系魂师赶到后，给予几人增加力量，才勉强能控制住唐三。这时大师几人也是追了上来，并说他体内魂力过多遭到反噬，要想救他，只有拔出他身上的魂骨。可是魂骨附体之后，与魂师已经一体通身了，如果强行把它拔出的话，唐三一辈子都是3魂环了，不可能再晋升了。那不就废了？是，三哥，快醒醒，醒过来就没事了。可大师却还是觉得性命更加重要。就在他要动手拔出魂骨时，唐三却喊出了小舞的名字，这让大师觉得唐三并没有完全失去意识，却不知这只是唐三强烈的执念而已。在执念的带领下，唐三再次朝着深处走去。另一边，小舞虽然被泰坦巨猿带走，可他却并没有伤害小舞。你刚打的太疼了，唐三被打伤怎么办？哎呦！阿明，你好像又长高嘞！原来两人原本就认识。不仅如此，小舞还吸收着泰坦巨猿的魂力，仅仅几分钟时间便直接晋级到3魂环。泰坦巨猿还嫌弃对方吸收太少，魂环过低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够多了。现在大家最高也就3魂环，我升得太快，不合适的。这一番对话若是被外界听到，估计立马吐血。别人想要晋级1环都得付出巨大努力，而小舞却能直接将魂力转移到自己身上。在一番不舍的告别后，小舞便准备去找唐三，却没想这时的唐三也正好赶来，还不小心将小舞撞倒在地上，这立马激起了泰坦巨猿的怒火，只一拳便差点将唐三击毙。我没事，别伤害他。这时院长和大师最先赶来，大师将唐三发生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小舞，小舞却说自己有办法转移魂力。魂师的魂力怎么可能转移啊？我有办法的。哎，小舞！两人只当小舞是担心过度，随后便要强行拔出唐三的魂骨，小舞只好给泰坦巨猿使了个眼神。不一会，大师和院长便晕倒在地上，小舞让泰坦巨猿帮忙在一旁守护，接着便帮唐三转移体内过多的魂力。可没想唐三感受到危险，竟直接攻击小舞。不行，不能被打断。你一定要醒过来，唐三。一旁的巨猿只能干着急，却不敢乱来，直到唐三体内多余的魂力全被吸出，小舞也因为重伤晕了过去。巨猿看着晕倒的几人也不敢离开，等到学院的人赶到这里，他才放心的往森林中心跳去。居然晋升到3魂环了。唐三在1年之内便晋升为3魂环魂尊，小舞为了不超过唐三，也只是上了3魂环，而他的第2个魂技便是魅惑对手3秒钟，非常实用的精神系控制技能。至于第3个魂技则更加恐怖，可以在100米之内进行瞬间移动。瞬间移动，你这魂技逆天了，小舞！为了让7位学员能更好的配合，院长和大师便准备帮他们集训。院长专门训练小舞和朱竹清，帮忙找到他们身上的弱点。我知道你们2个速度都很快，现在就要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快了。只要碰到我，就算通过。院长不能碰到绳子上的铃铛，而他们2人可以随意移动，只要能碰到院长便算是测试通过。可院长凭借着铃铛的声响，每次都能提前预判对方的落点位置，哪怕小舞是瞬间移动也碰不到啊。提醒2位要留意一下身边发生的一切。另一边的大师则训练3位进攻型魂师，他让几人将自己的魂技融合在一起释放。戴沐白最先尝试了一下，只感觉这样对魂力的消耗特别大。大师告诉几人这种方法可以使魂力更加精炼，随后让3人一起对着面前的大石头释放进来。而他们之所以这么拼命的改变，只是因为一位强敌的出现。我给你5天时间，5天之后我们斗魂场见。
你们7个一起上。男子是戴沐白的哥哥，名为戴维斯，他要同时挑战史兰克的7位学员，如果胜不了，他就要史兰克原地解散。很快5天时间便是到了，戴维斯也早早的等待在斗魂场，可没想胡列娜却暗中派出自己的保镖燕，并让他暗中截杀戴维斯。提醒你一句，他非常强。我也不哭。走在路上的戴维斯感受到身后的热浪，而燕也在一片火海中走了出来。总算没那么无聊了。到了晚上，史兰克7怪也是赶到斗魂场，可是等了好久却没见到戴维斯过来。就当几人以为对方弃赛之时，戴维斯却带着一身伤赶了过来，看此模样便是经历了一场苦战。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去换件衣服。怎么了这是？谁把你伤成这样？这事跟你没关系，你还是好好想一想，一会儿输了怎么求饶吧。戴维斯整个后背都是被火焰烧伤的痕迹，而他的对手焰伤的比他更重。史兰克5位战斗系魂师在擂台上等待，台下2位辅助系魂师提供加持。戴维斯虽然受伤，却还是上台。唐三先是来到欧斯克身旁，并问他要了一根可恢复魂力的大香肠。你这还没开打就饿了？全力恢复大香肠！给，谢谢啊。唐三为了不占对方的便宜，便将香肠送给对方，可对方却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。几人虽然是同龄中少有的天才，然而戴维斯身为星罗帝国大皇子，同时更是拥有4魂还魂宗的实力，在同等级中还未曾遇到过对手。上！唐三在地底放出蓝银草控住对手，剩下几位战斗系魂师一起出手强攻，可没想却连对手的防御也难以打。没劲，也太热了。戴维斯瞬间魂力爆发，直接将众人击退。戴沐白紧跟而上冲了上去，却直接被哥哥一手刺穿，接着便随手扔了出去。唐三立马上前用蓝银草将他拉了回来。至此场上只剩下唐三没有受伤。再这么打下去，还有意义吗？7对1，还没打完。随后2位辅助系魂师也是登场，两人按照唐三的吩咐拿出道具，宁荣荣扔出可爆炸的。唐三则将蓝银草布置在地底，戴维斯根本没把这些东西当回事。随着欧斯克扔出铁球将他困住，接着释放闪电将他击退。马红俊也立马全力释放火焰，一番攻击之下正好将他击退至火雷区。地上的火雷在火焰燃烧下瞬间炸裂，就在他要进攻时，却正好被地上的蓝银草控制。收我！复古加持，力量下垂。小五在几番加持下狠狠地朝着对方踢去，直接将戴维斯踢出了擂台。而在斗魂场比试出擂台者便算失败。史兰克7怪在合力配合下终是战胜了强敌。戴维斯虽然落败，可还是放出狠话：斗罗大陆魂师学院大赛决赛见。而这场比试还有人隐藏在暗处观察。第2天，2人便找到史兰克学院，来人名为玉天恒，来自天斗皇家学院，并告诉2人武魂殿举办了魂师学院大赛，这是整个斗罗大陆魂师学院都会参加的比赛。分2大战组，分别是我们天斗王国和星罗王国，最后的决战将会在武魂殿总部所在的武魂城举行。而玉天恒此次来就是为了邀请他俩加入自己的战队，这样在面对星罗战队时就将会更有赢得希望。院长也告诉2人这是个不错的机会，因为像他们这种小学院是没有资格参赛的。可2人却并不愿退出自己的学院，玉天恒还是邀请了几人去天斗城，并希望对方能好好珍惜这次机会。随后院长便召开了一次会议，我们决定让你们去王都天斗城参加这场魂师的盛会。可是院长要加入皇家学院，就要放弃史兰克学院呀。院长告诉几人，这是整个大陆的比赛，也是作为魂师证明自己的最好舞台。至于参赛资格，等到了那边再找办法。第2天，所有人便一起出发，向着天斗城行去。几天后，终于是来到了天斗城。玉天恒将几人带到一处废弃的学院，并说这所蓝霸学院有参赛的资格，只要说服院长，你们就可以就用蓝霸的资格参赛了。玉天恒告诉几人，这所学院曾经也很辉煌，只是后来出了问题，便没了学生。为了自己的学生能有参赛的资格，院长兰德便亲自去和对方谈判。院长您好，我是史兰克学院的院长兰德。我知道我来得很唐突。兰德，真的是你？门打开后出现的人却惊呆了兰德。随后女人直接越过院长来到大师身前，而他正是曾经的黄金铁三角之一。老人只是随意的挥手，所有人瞬间便被击飞倒地，身体也被绿烟控住不能动弹。随着老人一步步走来，身上的魂环也逐个显现。
9个魂环，全天下封号斗罗没几个，你人这么面具，你到底是谁啊？老人没有理会，直接来到唐三面前，并说自己只是来带走唐三。老人将唐三带到一处山洞中。认识他吧？我们见过。我孙女身中奇毒，这毒有潜伏期，从时间算，她中毒是去星斗森林的时候。这时唐三才知晓，当时自己昏迷时，身上的毒烟流到了独孤雁体内。唐三告诉对方，自己当时吸收魔珠魂环失去意识，并不是有意将毒烟传给他。老人随手一探，便将唐三身上的魂骨激发而出，随之也是相信了唐三所说的话。你知不知道封号斗罗的意义是什么？最强魂师。只有彻底解析某种力量，才能获取该力量的封号。老夫的封号就是一个毒字。毒斗罗。毒斗罗说自己是用毒的宗师，可自己的孙女所中之毒深入血液，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异，所以自己也解除不了这种毒素。然而唐三既然也接触了，却为何没事？你敢骗！把解毒的方法拿出来！毒对我没有效。没有效？唐三告诉他，自己吸收的几种魂环全都有剧毒，所以自己的身体早就已经百毒不侵。毒斗罗立马拿出一种毒药，让唐三喝下去试验。唐三没有犹豫，直接就喝个干净，可却并没有中毒现象。接着又被逼着喝下了所有的毒药。前辈，我不行了，我真的喝不下了。各种类型都无效，居然真的是万毒不侵。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呀。随后唐三却告诉对方自己有办法解毒。唐三先是亮出自己的武魂蓝银草，并告诉对方可以用中空的蓝银草为媒介，将自己的血和独孤雁的血交换一遍。老人也觉得这可以一试，可唐三却说换血之前得先回一趟学院。毒斗罗答应了他的要求，并陪着他一起回去。而在学院门口却围满了皇家学院的队员。你是史兰克学院的？没错。抓起来！唐三大惊，以为对方全被杀了。毒斗罗倒也没下狠手，只是将人毒晕了过去。区区3分，你敢进学院？小五以为唐三被皇家学院抓走，于是便孤身一人闯入学院。虽然自身境界只在3魂环，可他的魂技全都有着很强的攻击加成，再加上他逆天的瞬移技能，所以一般的4魂环也不是他的对手。只一人就把整个皇家学院的学生全部打倒，直到皇家学院的队长玉天恒赶到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唐三在哪？把唐三还给我！我根本不知道唐三在哪。那你让开，我要搜学院。可是这堂堂的天斗皇家学院又岂能随意让人搜查？小五顾不了许多，本想直接瞬移过去，可对方的雷霆万钧却正好克制他。瞬移对我是没用的。玉天恒是蓝电霸王宗的继承人，武魂蓝电霸王龙也是属于神级武魂。小五虽然速度极快，达到瞬移的地步，可却并不能突破雷霆电网。小五直接被电晕了过去。原本玉天恒准备让人将小五送回去，可这时王爷却赶了过来，把他调到大门前，3天内谁都不许放他下来。殿下，这玉天恒，你是想违背院规吗？好在院长等人及时赶到，直接斩断绳子将小五救了下来。为了出气，王爷便向史兰克学院发起了挑战，而玉天恒的实力太过强悍，史兰克即便是使用了车轮战，却仍然不是玉天恒的对手。兰德院长，学院斗魂的规矩你也知道，如果没人赢得了玉天恒，你们就该把人交出。我还没输呢。好在这时唐三及时赶了回来，这才知道了小五被对方打晕还吊起来的事情。而这时队长戴沐白也被击败，毕竟双方差了一个魂环，根本不是对手。我来吧，这家伙很强，小心点。放心，我有秘密武器。原来唐三刚才是和9魂环的毒斗罗一起回来的，对方还在他的手上附了一层魂技，现在他这一拳挥出，虽不致死，却也能让他重伤。小五是你打晕的？他好像疯了一样，非要跑山，说是在找你。唐三没有废话，只一拳击出，随后玉天恒便像被炮弹击中一般狠狠地砸晕了过去。学员之间的争斗，王爷不好参与，于是也只好悻悻而去。在之后，小五也终是醒了过来。这时毒斗罗也赶来，要带走唐三，让他去帮自己的孙女解毒。小五不放心，也要跟着一起。
原本以为此次解毒万无一失，却不知其中却是凶险万分。唐三将蓝银草穿过女孩的体内，一根用来给女孩抽血，另一根将自己的血液输送给女孩，这样便可以用自己的血液换出女孩中毒的血液。发动武魂，自行解毒，坚持住，全身换血一遍，毒就解了。可不知这种方法太过消耗魂力，不一会唐三的魂力便快要枯竭。如果唐三坚持不住，那两人都会中毒死去。一旁的小舞眼看唐三坚持不住就要出手，不要乱动，我要帮他，谁也放不了他。我可以把我的魂力传输给他，这样他就可以继续坚持下去，继续解毒了。魂力不是血，没有听说过可以相互传输的。我真的可以。毒斗罗虽然不信，但还是让他尝试，毕竟这是救他孙女唯一的办法。而小舞也是全力发动5个，将自己的魂力传入唐三的体内。魂力得到补充的唐三也终是能全力解毒。一旁的毒斗罗都被这小舞震惊到，这种传输魂力的能力绝无仅有，却不知这解毒对魂力的消耗就像无底洞一样。不一会，小舞的魂力过低，尽碎了一个魂环。你这样下去，魂力全给了他，你自己就废了。而小舞却说唐三曾经救他也一样废了武魂，这般坚持下，小舞的武魂接着碎裂。毒斗罗却感受到有人闯进了山洞，出去时才发现来的正是唐三的老师。现在离开，我可以不动手。把唐三和小舞还回来，我们马上离开。你们是不是还不清楚状况？面对人间至强的9魂环封号斗罗，几人没有丝毫的退缩，而是用出了3人自创的武魂融合技。这种武魂融合技的威力十分巨大，3人当年便是凭此技在斗罗大陆闯出名声，如今时隔多年再次合体使出。去吧，罗三炮！巨大的能量碰撞在山洞中进行，一时间也难以分出胜负。而小舞这边在最后一个魂环消散后，也终是坚持不住晕了过去。就在铁三角3人快要落败之时，住手！唐三，结果怎么样？毒解了。唐三让老师等人先回学院等着，自己等小舞醒了之后就会回去，却不知等小舞醒后却已经变成了废人。毒斗罗将刚刚发生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唐三，为了报答唐三，他将2人带到了自己的药院，并说这里有着很多珍贵药草，最主要的是这边还有一处封闭的空间屏障，只是凭他9魂环的实力却打不破。他告诉唐三这里肯定有好东西，只是需要有缘人才能得到。没想在唐三触碰以后却听到了召唤。唐三，用你来用吧。我这个9魂环都无法进去，我想你们也……这是一处封号斗罗留下的空间夹层，里面的各种仙品草药瞬间惊呆了2人。而实际上唐三曾在梦中无数次来过这，不一会一道能量光环突然出现，当小舞伸出手触碰光环时，2人却漂浮到了半空之中。随着小舞陷入昏厥，一道女人的声音也随之出现。终于等到你了，唐三。这是我梦里的声音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你的母亲，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，可是我已经听不见了。唐三刚开始还不愿相信，可随着光环慢慢的道出过往之事，唐三也明白这确实是母亲留下的残魂，也因此知道了母亲真正的死因。原来在唐三出生的当天，母亲被武魂殿首宗千寻疾带领众多高手追杀，只为了抢夺他手中的玄天宝录。告诉你真相，不是让你去复仇，你的使命和要做的，千万不要被仇恨蒙蔽了双眼，毁了你的人生。随后留给他一株超越仙品的神草相思断肠红，在花中还藏着他所有的魂力，可没想却全部被小舞给吸收，剩下一件神物便是冰火两仪眼。这泉水可帮忙吸收超出极限的魂兽魂环。当2件礼物都送完以后，声音也随着光环一起消失在空间中。不一会，小舞也终是醒来了。唐三也是将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小舞。我们再坐一会儿就出去吧，你的武魂也没了，得赶紧想办法才行。却不知小舞的武魂已全部恢复，而且魂力也是十分的充沛，在他的手中还长出了相思断肠红。唐三知道这是母亲留下的魂力在守护着2人。2人在离开前采了大量的仙品药草，在外的毒斗罗也是等待多时，唐三毫不吝啬地送给了毒斗罗一株仙草，这正是毒斗罗需要的极品草药。哎，前辈，我先说好，这可不是礼物，是交易啊。毒斗罗也算是欠下唐三一个人情，答应需要时会帮忙出手。唐三回去后给每个人都挑选了最适合的草药，戴沐白的是奇荣通天菊。奇荣通天菊，仙品药草，这个猛虎特别有奇效，好适合戴大哥。你吃了这个，应该就能一举晋升4魂环。剩下的每个人也都拿到适合自己的药草，
而给老师找到的则是可修复武魂的9品子质。有了它，大师便可以继续提升魂环。在吃了仙品药草后，几人的魂力全都升满。于是大师等人便带他们来到魔兽森林。为了应对几日后的魂师学院大赛，必须尽快提升几人的魂环等级。上路！这是唐三第4次晋升魂环，这次之后他也将成为4魂皇魂宗。原本的唐三看上的是一只1000年的人面魔蛛，却没想魔蛛在见到2人后直接逃离，几人一路追赶之下却落入陷阱。一只万年的地穴魔蛛突然钻出地面，紧接着立马吐出蛛网囚牢，将2位老师困死。唐三小五，快跑！快跑啊！走！唐三眼看根本跑不过魔蛛，于是只好反手使出蓝银草将对方困住。可这番控制却并不能维持多久。就在他向着唐三扑去时，小五瞬移到跟前将魔蛛踢飞，却没想刚落地就被人面魔蛛偷袭。小五！唐三见到小五受伤，再次长出魂，瞬间将人面魔蛛刺穿击杀。就在地穴魔蛛想要偷袭唐三时，脱困的老师及时赶到帮忙，而另一边的小五却并没有受伤。原来是体内的相思断长虹挡下了这一击。唐三，小五没事，是这朵花保护了我。这时的唐三才再次恢复神智，也是将体内的魂骨收回。一旁人面魔蛛的魂环飘散而出，可唐三看了后却走向了万年的地穴魔蛛。刘老师，这地穴魔蛛能否让给我？当然可以。可老师却告诉他，万年魂兽早已超出了4魂环的极限，强行吸收必定是九死一生。但唐三为了帮学院取得胜利，就必须冒险，而且他有着母亲留下的冰火两仪眼，专门就是用来吸收超出极限的魂兽。随后唐三使出蓝银草，将地穴魔蛛的生命终结。一道黑色的万年魂环也是幻化而死。就在唐三利用冰火两仪眼吸收魂环之时，魂师学院大赛也正式开始。这下麻烦了，都揭幕战了，大哥和马红俊还没醒。揭幕战第一场是由新秀史兰克学院对阵名闻遐迩的天斗皇家学院2队。史兰克第一位出场的是辅助系的欧斯克。这场大赛的裁判由菊斗罗主持，天斗皇家学院派出的则是一位3魂环的魂尊。欧斯克自知不是对手，便先放出道具极速飞行猕猴桃，没完了是吧？欧斯克飞入到烟雾中隐藏起来，等他出现时却变成一具全身冻僵的冰人，对方立马将他击落至地面。原以为欧斯克已然昏死过去，却没想他突然飞身发起攻击，一直将对方逼至擂台边缘，紧跟着按动开关将对方直接电晕了过去。史兰克第一战先下一城，而当对方派出第2位上场的学员时，欧斯克却直接放弃了比试。我弃权！学员弃权，史兰克学院出局1人。史兰克虽然侥幸赢了一局，可毕竟主力队员全部在晋级魂环之中。唐三在吸收万年魂环后，实力又能否得到巨大的提升？就在刚才斗罗大陆魂师学院大赛开战，史兰克最先上场的是朱竹清，敏捷系魂师擅长以速度制敌，转瞬之间便将对手击败，可自己的身上却被附上一层盔甲。失去意识，天斗皇家学院2队1人出局。天斗皇家2队再次派出第2位队员，而这时朱竹清的速度却变慢了许多，并且每次的位置都能被对方提前捕捉到，这就意味着丧失了速度的优势，很快就被对方击中倒地。其实我的眼睛跟不上你的行动。介绍一下，刚才那个辅助系所使用的魂技叫重装盔甲，这层盔甲能使最后一位接触它的人速度变慢，并且也会标记出盔甲所在的位置，所以朱竹清无论速度多快，却还是能被他感知到。这样下去根本不能靠近对手。可朱竹清却还是不愿放弃，强行上去接受对方的击打，终于在一次次硬抗之后也击中了对方。辅助系的盔甲，抵抗击打总得有个极限吧？原来刚才一番激战是为了消耗掉盔甲，没有了盔甲的限制后，朱竹清终是能发挥速度的优势，瞬间近身发起猛烈的攻击，幽冥百爪施展到极致，很快就将对手打下了擂台。失去意识，天斗皇家学院2队再出局1人。皇家学院最后出场的则是队长泰隆。泰隆属于强攻系力量魂师，根本不用使用任何的魂技，只是凭借着超强的力道便将对方击溃。两人的战斗也是在瞬间就被结束。史兰克学院出局1人。史兰克学院选手，下一位是谁？可史兰克的几位战力队员都还没赶到，眼看裁判开始进行倒数，如若还是没人上台便算失败。
就在大家都心灰意冷之时，唐三终是晋级成功赶了过来。史兰克学院，唐三参战。当唐三亮出自己的黑色万年魂环时，所有人都是一脸的不敢相信，因为还没有人的第4魂环能达到万年。可泰隆也并没有因此产生惧怕，我还担心他们的伤势，所以得尽快打赢你。泰隆还从来没有被同龄人看轻过，立马召唤出自己的武魂大力星王，紧跟着一拳便对着唐三砸去。可不知现在的唐三对蓝银草使用的炉火纯青，几个魂技连番配合打出自己的节奏。蓝银囚龙，几番操作，对方根本没有还手的能力，很轻易的便将他打下了擂台，甚至连泰隆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。第一场比赛轻松获胜，不知后续又会遇到怎样的高手。男子握紧拳头，身边却亮起了8个魂环，这放眼整个大陆也是顶尖的存在。8魂环，魂斗罗。魂斗罗让他不要声张跟着自己出去，唐三没有办法，也只好跟着。毕竟就算是学院院长也不是他的对手。来人自称是泰家家主，此次来杀唐三只是为还一个人情，只要不连累大家就行。所以你认命了？唐三虽然知道不是对手，却还是准备亮出魂环拼一拼。对方给了他一个机会，只要能越过自己进到门内就放了他。唐三立马释放出蓝银草困住对方，接着就往门内飞去。可对方只是抬手间就将他扇了回来，而蓝银草也根本困不住他。这是什么魂技？我们这一族的武魂没有魂技。那刚才那是什么？力量达到极致，弹指引发气流。唐三不甘心，立马使出第4魂技，也是自己的最强魂技蓝银囚龙。趁着藤蔓将对方牢牢困住之时，赶忙再次朝着门内飞去。可不想对方只是随意的出去，便摧毁囚龙将唐三击退。这逼得唐三只能使出最强底牌，左手的昊天锤也是再次被召唤而死。却没想这昊天锤竟也伤不了对方。昊天锤？什么昊天锤？我的武魂是蓝银草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爷爷，他叫唐三。你姓唐？你父亲叫什么？对方情绪突然变得十分激动，拉住唐三就一直问他父亲的姓名，直到大师赶来才认出对方的身份。泰坦。你是谁？你父亲的名字可以告诉我。我父亲叫唐昊。听到回答的泰坦突然大笑了起来，唐三则趁机立马逃回到门内。本来还想着自己已经赢了，却不知对方直接跪了下来。少主！等一下！少主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唐三赶忙将对方拉了起来。泰坦还没来得及说原因，就突然被毒晕了过去。而有这等本事的，自然是9魂环的毒斗罗。你看我来的多是时候啊！及时阻止了这一切。不是这……啊！在一切误会解除后，毒斗罗才将2人救醒。直到毒斗罗等人离开以后，泰坦才说出当年之事。原来当年是昊天斗罗救下他们泰氏一族，在不久后被唐昊吩咐去寻找海神岛。等他回来后，却得知昊天斗罗被武魂殿追杀。听闻主母被害，大人身受重伤，下落不明。后来用尽人脉也没找到唐昊的下落。如今找到唐三，就一定会守护在左右。可唐三却让他先不要暴露2人的关系，因为他后续还有着大赛要打，而只有在他变强后才能见到自己的父亲。全体恢复，大香堂！九保有名，一约力，二约速。这是一场5对5的魂师团战，而他们的对手是7大宗门之一的象甲宗。象甲宗正是以团队作战出名，可唐三却胸有成竹的要了一颗猕猴桃。急速飞行，铁红桃。半炷香就半炷香啊！我知道，吃了这颗猕猴桃以后就能凌空飞行。另一边的象甲宗马上开始配合，一道坚固的盾牌挡在几人身前。唐三凌空而起，放出蓝银草将几人控在原地，随后便开始安排战术。2名速度系魂师冲在前阵，剩下的辅助系则释放出烟雾干扰对方。在烟雾中的几人根本看不清对手的位置，只能被动的靠拢防御。而唐三在空中则看得一清二楚，他用蓝银草不断的给队友指明方向，直到2人打出对方的破绽。你把罪恶都回来！我只是代替他们的眼睛而已。一旁的辅助系趁机释放出火石，火石顺着破裂之处进入几人的阵法，瞬间便将几人炸得阵脚大乱。眼看几人失去阵法的保护，唐三立马释放出蓝银草将几人彻底的捆。
这时的象甲宗再也发挥不出威力，很快便被逐个击下了擂台，只剩下最后一位队长。我输了。史兰克学院获胜。史兰克学院再一次获胜，而他们下一次要面对的对手，则是拥有全员火属性的赤火学院。连战连胜的唐三等人自信满满，最主要的是面对对方的火焰攻击，唐三的蓝银草可以完全的防御。发现火焰并不能伤到他们，几人便任由对方一个个散开，而唐三也是用蓝银草将己方全部包围在其中。对方几人合力发动火焰攻击，大火将几人完全包围在其中。唐三，动手吗？等一下，让火过来。等对方发现蓝银草不会被烧毁，肯定会非常惊讶和意外。趁他们不能立刻想出应对之策，我们再趁机出手。这样好，吓死他们。这火过来的很慢啊。可不知对方一直没有出手的动作，就一直消耗魂力将几人困在其中。等到唐三等人准备出手攻击时，却发现根本使不出魂力。原来大火燃烧已经消耗了圈内的氧气，几人也是因缺氧失去了意识。这是什么魂技？并不是什么魂技，只是最简单的释放火。其实火焰的力量并不仅仅是燃烧。就这样，史兰克学院第一次失败。回去后，大师先是跟他们说了失败的原因，接着便狠狠地骂了他们一顿。一群人骄傲自大是这场失败最主要的原因。在此之后，他们还剩下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再次失败，他们将直接被淘汰出局。全员混战，你就一个，已经足够了。够狂妄！队长戴沐白刚亮出魂环，一旁的菊花上却出现一位封号斗罗。原来是他看出戴沐白吃过仙品药草奇荣通天菊，这正好符合他这一脉的传承，于是便想着收戴沐白做徒弟。没兴趣，我的魂技比较特殊，只有吸收过奇荣通天菊的魂师才能发挥完整。面对一位封号斗罗要收他做徒弟，可戴沐白竟没有一点心动。菊斗罗也不生气，便让他们先进行比赛。戴沐白释放白虎武魂，其他的队员也都保持着魂力外放。原本以为这将会是一场硬仗，可没想对手叶知秋竟直接举手投降。我认输。他说什么？我认输。苍辉学院认输，史兰克学院胜出。这让所有人都是一头雾水。毕竟在叶知秋上一场比赛之时，面对的对手是皇家学院2队的队长泰宇，却根本没有见到叶知秋使用任何魂技，只是简单的出手便将4魂环的魂尊轻易击败。可现在还没出手却直接认输。在赛后，叶知秋也是找到了唐三，并说自己背后的老师很看好他们，于是便故意送他们进决赛。既然进决赛就要进前4，你们已经输了一场，今天这一战输不起。然后呢？进决赛之后要我做什么？到了武魂城，他自会来找你。唐三不知道对方哪里来的自信，可对方只是给他塞了一张字条便离开。字条上的信息便是要唐三晚上来找他。叶知秋将两人带到一处废弃的院子，他告诉唐三自己和队员其实都被老师控制着，而他的4个队友更是已经失去了意识，在最终的决赛上将会有着更大的阴谋。叶知秋希望唐三最终能配合自己，帮助他和队友能摆脱老师的控制。我的底牌都告诉你们了，没有人帮我没法逃离苍辉学院。你确定苍辉学院背后的是昊天斗罗？叶知秋只说是老师告诉他，可他并不知道昊天斗罗就是唐三的父亲。唐三为了查清楚这一切，便答应配合他。而在另一边史兰克学院内，所有的院长老师全都被迷晕了过去，只剩下戴沐白还清醒着。出手之人正是白天的裁判菊斗罗。是你，堂堂封号斗罗，对我们这个小学院出手，总得有个原因吧？你们学院的院长、老师、学生都在一瞬间被我击倒，甚至还来不及还手。以强欺弱，很了不起吗？菊斗罗告诉他这就是差距，只要愿意拜他为师也可以拥有这种力量，却没想戴沐白还是拒绝了他。菊斗罗只好先行离去，只是挥挥手又将所有人都唤醒。第二天，史兰克全员都朝着武魂城出发，那里将会进行着最后的决赛。而在入城口处却有着9魂环的封号斗罗等在这里。唐三跟我走。为什么跟你走？有人要见他。谁要见他？恕难奉告。一群人自然也无法阻拦一位封号斗罗，只好让他带着唐三进入到武魂殿。等到唐三来到殿内走廊上时，却只见到胡列娜站在这里。给我看看你的魂环。魂环。唐三亮出自己的4个魂环，最上层的黑色万年魂环格外耀眼，却没想胡列娜也是亮出自己的4魂环，而她的第4魂环竟也是万年魂环。
这让唐三一脸的不可置信。但他不知道的是胡列娜的真实身份。胡列娜真名为千仞雪，正是武魂殿首宗的亲生女儿。首宗比比东亲自为他寻来万年魂兽，所以他能轻易的得到万年魂环。怎么可能？这违反常理。你不也是万年魂环吗？我能吸收万年魂环，完全是个特例啊！你能做到的，武魂殿一样可以。赛场见吧。千仞雪是武魂殿战队队员，因此两人也必将会有一战。不一会，武魂殿首宗比比东也是出现。他是斗罗大陆里的第一魂师，只需伸出手指便将唐三控制在半空中，右手的蓝银草武魂也自动展现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我的武魂不受控制？如果你想看我的武魂，直接说就行了，没必要亲自动手吧？应该还有。唐三没有想到自己左手的昊天锤也凭空出现，自己的秘密在真正的高手面前根本无法隐藏。双武功，昊天锤，你是唐昊的儿子，在这天下第一面前根本没必要隐瞒，所以唐三直接质问当年追杀自己父母的有没有对方。可没想守宗只说自己并没有参与追杀，并让唐三藏好自己的昊天锤，随后便又放唐三离去。而在唐三离开时，却正好见到一处黑烟赶来，这让唐三想到了在星斗大森林里的场景。当时这道黑烟人影正在和兽王天青牛蟒对话，所谈之事正是要对付比比东。唐三立马跟着胡列娜而去。刚才那个人是谁？他是鬼斗罗，也是封号斗罗之一。又一个九魂环。他和菊斗罗是很好的朋友。唐三让胡列娜带他去一个安全的地方。两人来到了胡列娜的房间内，唐三将所知道的事都告诉了胡列娜。胡列娜由于身份不便，就让唐三帮忙调查，还将自己的手令交给了唐三。可没想在两人准备离开时，却遇到了麻烦。来者直接亮出自己的武魂月。你敢！你居然把自己的武魂令给他？我只是借给他用而已。这家伙有什么资格拿走你的武魂令？唐三没有搭理对方，便直接离开。临走前告诉了对方自己的名字和学院，而对方也报出自己为武魂殿战队队长邪月，并说一定会在赛场上亲自废了他。听说你已经4魂法了，可是为什么还是这么弱？男子被自己的亲哥哥当场废了武魂，并且哥哥还放出狠话，在明天的魂师大赛中会要了他的性命。回去后的戴沐白已经彻底的失去了斗志，只因他从小就活在哥哥的阴影中。我第一个魂环的时候，他就双魂环了。我双魂环，他3魂环。从小到大，我都不如他。经过拼命努力，总算在4魂环时追上了他。可没想自己的武魂这么轻易就被他废了，现在自己再也没有希望打败对方。唐三询问老师有没有能修复武魂的办法，老师告诉他，武魂只是内心力量的外在表现。但对于戴沐白这么骄傲的人来说，当他内心觉得自己败了，再也没有可能赢过他哥的时候，如果他无法重燃战意的话，他的武魂再也不能恢复。可就目前来看，戴沐白根本已经丧失了信心，于是老师只能想办法激励他去战斗。他让朱竹清独自闯入星罗皇家战队营地，随后找到戴沐白并告诉他这一切。戴沐白知道自己哥哥的为人，必然会要了朱竹清的性命。戴沐白才更适合继承星罗王国，你闭嘴！殿下，让他说嘛。不是只有武力才能统治王国，你不配继承星罗。皇位继承一直是戴维斯的逆鳞，现在看到一位支持自己弟弟的人来挑衅他，自然不会轻易的放过对方。朱竹清虽然速度够快，可明显力量不足，虽然能快速近身发起一连串攻击，却根本打不破对方的防御。戴维斯也终是开始发力，只是简单一拳就将朱竹清打飞数米远，紧接着就要飞身解决对方的性命。戴沐白也是在关键时刻终于赶到。废物，还嫌上次输得不够惨，还来逞英雄。我们俩的事儿跟朱竹清没关系，让他走。但戴维斯却直接冲了上去，两人也再一次对抗在一起，却没想戴沐白为了保护心爱之人，竟将废了的武魂完全修复，随后更是爆发出惊人的力量。赛场外严禁私斗，再动手就是挑战武魂殿的规矩。戴维斯让弟弟在赛场上等着自己，而戴沐白看着恢复的武魂也不再惧怕。在回去后，菊斗罗找到了戴沐白，并告诉他要想在短时间内增强战力，只有一种办法。听过武魂融合技吗？你说把2个人的武魂融合为一？这是暂时的，短期之内威力可以急剧增长。但是这种融合的要求极其严格，必须得两人极度信任，心灵上也要绝对契合，一般不可能在第一次就完成融合。可没想到刚说完就惊讶了起来。很快魂师学院大赛决赛第1场便开始，武魂殿首宗比比东亲自坐镇。
甲区第一战，天斗王国史兰克学院对阵星罗王国皇家学院。由于附带着私人恩怨，戴沐白便向哥哥提出2对2。戴维斯让自己的副将站在一边，并不许他出手，却不知对方2人竟使出了武魂融合技，速度系与力量系武魂的完美融合。这是什么把戏？武魂融合技，武魂融合以后，速度和力量都获得巨大提升。戴维斯虽然是年轻一辈的天才高手，面对同等级2人的武魂融合还是难以招架，不一会就被强大的白虎武魂按在地上痛。当他使出魂技白虎烈光波时，另一边2人也同样使出融合魂技，2大魂技碰撞下，戴维斯直接被打成了重伤。副将立马冲上来挡在前面：“你输了，你让开！这也是我的战场。”让开！不可一世的戴维斯勉强站起身，还没发力却又晕倒过去。戴沐白终于是战胜了自己的哥哥，而他之所以能胜利的原因，是因为他拥有着极度信任的伙伴。你打算2个人挑战我们全队？我1个人就够了。好了，2对6，武魂殿对天斗皇家，比赛开始。武魂殿仅仅只是派出2位学员，便要对抗整个天斗皇家战队。队长玉天恒祭出雷电网护住队友，可对方的焰却不断的发出火焰攻击，于是只好派出独孤焰去干扰。万蛇凌空！而这时武魂殿的队长邪月才开始换气。玉天恒让几位队员一起合力拿下对面队长，邪月却只是笑着扔出自己的月刃，月刃竟很轻松的突破电网，随后朝着后方的天斗队员斩去，速度之快，只在转瞬之间便将几名队员全部击倒。只有4魂环的玉天恒能勉强挡住这一击，紧接着玉天恒也是召唤出一条蓝色霸王龙在其周围盘旋，可不想在他出招的瞬间，月刃却早已停在了他的脖子上。守宗大人说赛场上不能杀我，所以你还回来？你还要继续？我输了。这场比试在极大的悬殊下由武魂殿获胜，在一旁观赛的史兰克等人甚至都没有看到邪月使用魂技，而下一场的比试就是史兰克学院，对手就是曾经打败他们的赤虎学院。马红俊一马当先召唤出邪符凤凰，这种远古变异武魂拥有的最霸道。知道什么是邪符凤凰了？所有午夜都要向我臣服！邪火凤凰的威力瞬间将对面的火焰击溃，可没想对方却有着风系魂师，直接将火焰全部吹了回来。紧接着对方再次使出火焰融合阵，配合上一旁的风系魂师将火焰全部吹向前。跟上次一样，几人再次被围在了火焰中央。上次史兰克便是被此阵法击败。相同的战术，有了风系的支持，完成的更彻底、更强大。有点糟糕啊！火焰范围里面的空气越来越稀薄了，他们的力量会逐渐消失的。但是在这一次，唐三却早有准备，他把蓝银草放在队友的脚下，然后将队友全部都升到半空中，所有人一起朝着对方发起猛烈进攻。在对方还没反应过来之时，已然被近身的蓝银草控制。草叶的升起需要时间，我只是吸引你的注意力，然后等待一击破敌。我们认输了。就这样，史兰克再次赢下一场，只剩下最后的决赛便可获得冠军。就在刚才，唐三终于来到苍辉学院，而苍辉学院背后的封号斗罗就是唐昊。唐三不禁质问对方为何要这么做，父亲告诉他这一切都是为了复仇，在他的计划里必须是苍辉学院得到冠军，这样在武魂殿首宗比比东颁奖时就会接近他们。我特地找到一个特殊的变异武魂，它唯一的魂技名叫苍白空间。他的魂技一辈子只能使用一次，而这种魂技唯一的力量就是使周围之人短暂失去魂力，接着会有另一位队员释放出虚无之矛，虚无之矛会将他控制在原地，直到最后一位学员使出魂技归来镜，这时他提前安排的封号斗罗便会利用归来镜穿越到比比东身前，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他击毙。比比东确实很强，可是在一环扣一环的攻击下，武魂失控，他必死无疑。就在这时，史兰克几位队员也全都找了过来，而唐昊为了自己的计划不被打乱，便要对史兰克的学员动手。尽管唐三极力想要阻止父亲，可唐昊还是使出了昊天锤。戴大哥，爸，胡子哥，
不要动手！小五闪开！眼看着自己最好的同伴们全都在父亲的昊天锤下一个个死去，就连自己心爱的小五也惨遭毒手。父亲抡起昊天锤就要砸下去，唐三赶忙祈求父亲能饶了小五。爸，收手吧，我们回圣魂村，您做铁匠，我是您的儿子，我们永远不分开。放弃挣扎，让我来帮你决定一切吧。可此时的唐昊根本没有顾及唐三的感受，直接一锤就将小五锤飞了出去。唐三痛心的看着这一切，又回头看了看自己的父亲，才发现对方是如此的陌生。你只要退出比赛，我就留下他的命。不用了，你把他杀了吧。什么？反正他也不是小五，你也不是我爸。这时的唐三终是看出自己是中了幻术，原来他刚才拿出的风铃是父亲小时候送他的礼物。可这个幻化而出的唐昊显然不知道这一点。幻术被破以后，所有的同伴也都消失，而这个制造幻术之人正是苍辉的10年老师。原本当唐三在梦境中彻底被击溃以后，精神就会永远的被10年控制。还有一种比较麻烦点的方法，就是在梦境里把你一遍又一遍的杀死，让痛苦折磨你，直到你彻底的失去希望。那个时候，我一样会控制你。唐三刚要出手，就被10年按在了墙上，两人的实力根本不在一个级别。就在10年准备彻底的下杀手时，唐三体内却突然穿出一道蓝银草，很快将10年控制在柱子上。这是什么？是谁把这么强大的力量藏在你心里的？唐三，这是封号斗罗的力量。唐三这才想起母亲曾在他的心里藏了一份力量，这是蓝银皇留下的守护之力。10年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挣脱，就在他要祈求唐三放过他时，蓝银皇直接将他勒得神形俱灭。与此同时，正在比赛的苍辉学员也全部清醒，他们全都主动放弃了比赛，而史兰克也将在第2天迎来最后的决赛。魂师学院大赛的决赛终于开打，参赛的双方分别是史兰克战队和武魂殿战队。史兰克立马展现出强大的配合能力，白虎烈光波被分散成无数个火球，瞬间将武魂殿的几名成员炸成了重伤。可没想剩下的队员根本不管他们的死活，直接将几人扔出了场外。你就这样对待你的同伴？同伴？武魂殿战队只有我们3人，比赛规则是7对7，所以才让这些废物来凑数。现在决赛才正式开始。辅助系魂师先行给队员提供状态加持，接着便分别对武魂殿的队员出手。战场一共分为3处，马红俊和小五的目标是胡列娜。虽然马红俊有着变异武魂邪火凤凰，可胡列娜的妖符也是顶尖武魂。马红俊全力施展武魂朝着胡列娜冲去，但在这场魂力的比拼中，还是胡列娜更胜一筹。在另一处，则是由戴沐白和朱竹清使出武魂融合技，他们的对手是拥有火土双武魂的叶。分别对他们俩下手，而你负责牵制住，就凭你一个人也想拦住我？试试看呗。紫金龙。唐三在魔童的加持下能轻松躲过月刃，而这时邪月才终是展现出自己的魂环。如此年轻的武魂环让所有人都十分震惊，而且他的魂技也跟别人不同，全都是来加强月刃的速度和力量。唐三也不得不严阵以待，全力施展蓝银草。你的蓝银草韧性不错，不过也就这样，双魂环的加持就足够击败你。双魂环加持的月刃已经有着很快的速度，但唐三还是能配合着身法躲避，因为有着玄天弓的加持，甚至能稍微改变月刃的位置，这让邪月也是十分的惊讶。另一边的焰和融合武魂大战在一起，却没想小五看似在对抗胡列娜，实际却利用瞬移来到了焰的背后，焰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他踢出了场外，剩下的所有人围在胡列娜的身前。原来马红俊也是牵制，你们的目标是集中力量先击败焰。这边剩下的战力魂师一起围攻胡列娜，却没想胡列娜竟应对的游刃有余，全力爆发下瞬间击晕马红俊，接着又连发攻击将武魂融合破解。小五刚接近胡列娜的身后，却被远处的邪月发现。瞬移！如果没有那家伙，我应该已经输了。可结果还是没成功，我才不领那家伙的情。胡列娜竟自己跳下了擂台，而武魂殿只剩邪月一人。这时他才只是点亮自己的第3魂环，一只超大的月刃出现在其身，月刃转瞬即至，差点就要了几人的性命。欧斯克逆柔若下台，我们还行，不然真的会死的。
你们先下去。为了能扛住月刃的攻击，唐三再次召唤出魂，而邪月也终是不再保留全力出击。武魂环的月刃锋利无比，将唐三的魂骨一个个砍断。小五瞬移过去，却也根本不能靠近对方。还有谁能挡我的月刃？唐三只好召唤出左手的昊天锤，两大顶级的器武魂在空中碰撞。唐三一直隐藏的秘密也是暴露在所有人面前。邪月看到对方的双生武魂，才真正算是认可了唐三。你也算是个骗子，可惜真是我才是斗罗大陆第一。而唐三却操控早已留好的魂骨定在对方的面前，随后小五瞬移过来将他踢出场外。这一番配合下，终于是赢得比赛。史兰克学院通过所有学员的相互配合，从一个没有名气的小学院，最终获得斗罗大陆魂师学院大赛的冠军。魂师学院大赛终于落幕，武魂殿首宗比比东亲身上台颁奖，地上却又有着暗流涌动，比比东随手便将对方控制。你怎么会发现我的？你虽然隐藏了武魂里的空间折叠能力，可是我一直知道。杀了他！这时又有着数位封号斗罗一起出现，他们的目标都是比比东，却没想所有的封号斗罗都被比比东控制住。这就是斗罗大陆最强魂师的能力。一旁的鬼斗罗也十分惊讶，毕竟大家都是封号斗罗，差距却如此之大。老朋友，守宗大人的力量岂是你能揣测的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他吗？上一任守宗亲勋齐殿下就是被他亲手杀害的。这一重磅消息惊呆了所有人，可比比东却大方地承认了此事。鬼斗罗为了给老宗主报仇，密谋找来了数十位封号斗罗，却根本不是比比东的对手。而比比东也早就知道他密谋的一切，只是想让他将所有想杀他的人都集齐了。比比东只是随意的抬手间，便将所有的封号斗罗尽数剿灭。这番手段，当今又有谁能做到？小插曲结束了，我们继续。史兰克仍然是大赛的冠军。菊斗罗，把魂骨奖励给所有的魂师，小五除外。小五凭空被召唤过去，其他人想救却根本动不了。在比比东面前，这些人实在太过热情，就连几位老师也毫无还手之力。而这时比比东才说出原因：他不是魂师，甚至不是人类。原来小五是一只10万年的魂兽化形而成，他的真身是一只10万年的柔骨头。小五这时也终是说出实情，因为魂师与魂兽一直无法共存，他努力修炼就是想找出其他晋级魂环的办法。10万年的魂兽对比比东也是有着巨大诱惑，但唐三却要求对方将他放下。你难道没有听懂吗？他不是人，他只是一只魂兽。是人如何？是魂兽又如何？我只知道她是我妹妹，也是我心爱之人。比比东却大笑了起来。唐三虽然是年轻一辈中的天才，可在他看来，唐三比一只蚂蚁还要弱小。他只需随意抬手便将对方碾压。就在唐三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，一只昊天锤却飞了出来，阻止了比比东。谁都不准动我儿子！哇，唐昊，你终于出现。没想到千寻即是你杀的。比比东也不废话，直接亮出了9魂环。而这时唐昊再次亮出昊天锤真身。你看清楚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昊天锤真身。昊天锤将比比东的魂环震碎，击退数米。唐昊也趁此机会将唐三和小五带了出来。这一战让唐三深深的体会到和高手的差距，只有尽快的提升实力，才能真正的将小五留在身边。